我是 Katie，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公关品上妆。就我现在这个妆容，我是用公关品画出来的，然后顺便边上妆，我稍微闲聊一下。那今天呢，你们先看一下我脸上这个光，我这里光超漂亮的。如果想知道什么光，麻烦看一下今天的影片。还有呢，应该很多人都想知道 Armani 这个粉红色的气垫到底好不好用。我今天会有非常完整的分析，完整诚实到我觉得 Armani 可能会很恨我。好，到底好不好用，请你们今天一定要仔细的看下去。还有今天今天影片真的非常的精彩。还有我找到这个 Urban Decay Naked Hair 的双胞胎，是真的很双哦，它不是只有那种什么1、2个颜色相似哦，里面大概有8、9个颜色是完全用起来几乎一样，所以超精彩。好，那我们就先从这个底妆开始。我现在脸一样，就是什么妆前都没有擦，只有擦我的保养跟防晒。然后最近肤况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是一直在长痘痘。这些不是生理痘，因为我的生理痘通常都是生理期前1个礼拜开始长。那我这一些正好都是生理期后开始长的，我真的不知道它们是什么东西耶。还是因为我最近就是一直熬夜。我最近在看那个汉娜的遗言，因为看电视要等小孩睡了之后才能看，然后小孩睡了你就东摸摸西摸摸再开始看，可能都已经11、2点了，然后看一看就不小心看到2点，所以最近就比较晚睡，可能是因为这样长痘痘吧，可能啦。好，我前面废话太多，今天底妆呢要用是应该大家都超级想知道这个东西到底用起来是什么样子的 GA 粉气垫。首先它的外壳啊真的很可爱，就是 GA 调这个粉色调的非常的漂亮，他们一系列的粉色包装我都很喜欢。然后这个气垫，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难界定到底好不好用的产品。我先直接用在脸上给你们看好了。它就是遮瑕度啊非常的低，我再拉到更近哦。你看我脸上雀斑这边嘛，它的遮瑕度就是低到你把它拍开，有没有？那个斑点都是完全还在的，会觉得。对于斑点的遮盖力大概是1成吧，就是几乎是没有遮瑕的。然后我再沾哦，你看像这边有痘痘嘛，就这样拍上来，已经第一个压上来就是遮不住了。你再拍开呢，就会变成，就我觉得它的妆效比较类似适底乳，然后它是有光泽型的。我直接先上半边给你们看一下哦。好，那我们现在左右这边有上妆，这边没有上妆对照，其实看得出来，它就是让你的肤色看起来更均匀、更明亮。像这边比较有肤色的蜡黄不均嘛，那这边皮肤的肤色看起来比较明亮，而且皮肤的质感是有提升的。然后呢，它的光泽非常的漂亮，而且它不是那种油腻的油光，它摸起来是还蛮干爽的触感。但是它就是对于什么瑕疵啊、斑点、痘印，还有你看连鼻翼泛红，其实是都遮不太住的。所以我觉得严格来说，这个东西。我觉得它不能单纯的当成粉底液用，因为它的遮瑕力真的不够。我觉得它比较像是妆前打底用，它可以让你在妆前先用了，把你的肤质提升，之后再上粉底液效果会更好。那在台湾这边呢，品牌官方还有宣称另外一个用法，就是你可以把这个东西拍在底妆之上，当成是水蜜粉来使用。好，那这一点呢，我现在直接实验给大家看，就是我这边呢先上底妆，用这个 Benefit Hello Happy 这个粉底，我已经用一阵子了。我觉得它还蛮好用的，它的妆感呢是有一点点奶油感的，然后遮瑕度算是中度。但你们先看一下，就是真的粉底液上来，跟没有办法当成是粉底液的东西上来，它的差异。它的遮瑕力没有到非常的强，可是也差不多有中度了。就是像我的雀斑可以修饰掉1半，然后痘痘这些有没有？你看一拍上来，它也是大概可以修饰掉1半。然后 Benefit 这个粉底液啊，它的诉求是雾化，就是让你的皮肤看起来有自带 PS 效果。我觉得它对于你知道皮肤质感的雾化是蛮好的。可是我用啊，它没有毛孔修饰力耶。这个产品的诉求是比较修饰毛孔的，但是我用是不觉得它有修饰毛孔的效果，但是它对于整个皮肤肤质的营造还蛮好的，变成一种奶油肌的感觉。好，我现在这半边的底妆上好了，那你再看一下两边的那个遮瑕力，就是我觉得这一罐它的遮瑕已经不是超强力遮瑕，它的遮瑕大概是中度。那你可以明显看到眼周这边的修饰，这边几乎是没有什么修饰嘛，它对于眼周暗沉是没有修饰效果，那这边是修饰的还蛮好的。然后这边鼻翼泛红，这边真的就是太清透了。以清透底妆来讲，它真的太清透到不能称为底妆。那没关系，我们来试试看能不能
如官方宣称的当成是水蜜粉来使用。好，那我一样沾取拍上来。可是我觉得这个比较就是吊诡的地方是，不知道大家对于蜜粉、对于定妆的定义是什么？我个人对于蜜粉定妆的定义是，它要让你的粉底能够更持久，就是等于说把你的整个妆封存在那一层定妆粉里面，就是定妆的产品里面。那这个它基本上是比较湿润的产品嘛，那我觉得这样子上来，它可以消除脸部的粉感，可是它没有办法加强你的带妆力，所以我觉得这样子要称为是蜜粉，好像怪怪的。你看我刚刚拍过来的地方有没有遮瑕都跑掉了？所以以我现在这样子拍啊，它是有把我底下的粉底给带走的，应该看得出来吧？这边粉底都被带掉了。然后呢，好，这边的遮瑕度也有一点被带掉了。可是它如果盖在粉上面，是真的可以消除粉感啦。其实这个东西他们原本也是有跟我要稿，然后他们就一直要说这个是水蜜粉，我就想说，这是要称为水蜜粉真的很奇怪，所以就没有跟他们合作这个东西。好，接着我先把这半边也拍上粉底。哦，对，然后我现在用的粉扑也是 Benefit， 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用的耶，就是它跟 Beauty Blender 比起来，就是它比较扎实的感觉。就是 Beauty Blender 泡水长大之后，它会比较是松软的，但这个会是比较扎实的，然后弹性非常的好，所以这个我觉得也蛮好用的。好，我现在这边的底妆也都上好啦。上好之后，我再照镜子啊，我有觉得发现一点点很微妙的差异哦。你们看一下，我两边脸颊都是用这两样产品，只是顺序不一样。这边呢是先用这个打底，然后再上粉底。那这边呢是先上粉底，再用这个当成是定妆。那我觉得两边比起来啊，我不知道你们这样看不看得出来，就是这边的妆呢是更均匀、更贴合皮肤的。你看一下，有没有？我照镜子是有看到这边比较有一点就是上的没有那么均匀的感觉，然后这边是整个很匀很贴合皮肤，而且很奇妙的是这边的毛孔修饰效果比较好。我要镜头拍不拍得出来，可是我照镜子是看得出来这边的毛孔修饰效果比较好，这边的光泽比较强。那这边呢，就是比较那种爱内含光的感觉。那两边比起来呢，我是比较喜欢这边的妆效，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它真的是比较适合当成是妆前打底，用在底妆之后呢，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增加光泽的效果。你们现在看我这边的光泽度是比较高的，这边就比较半雾光的感觉。但是它增加光泽的同时呢，也会可能就是带走你底妆的毛孔修饰度啊什么的，所以就是你要自己去取舍这个东西啦。那到底是不是值得购买呢？我觉得每一个人心中定义的值得不一样。那我已经很详尽的跟大家分析，也用了各种方式来给大家看，所以就是你们自己去评估吧。好，再来腮红，我用 NARS 的腮红液，这个总共有4个颜色，他们都寄给我了。我把这4个颜色都手上刷色给大家看看。那我现在要用的颜色呢是 Dolce Vita， 就是他们腮红液的头啊是这样子按压式的嘛，可是你按压一下都会出来超多的，然后这个颜色它非常的显色，所以我建议你是直接把它转开，然后这样子轻轻的沾一滴在手背上，接着用手指这样子拍。这个不能拍太多哦，因为它真的超级显色的。你如果拍太多，你就是无法挽救，要用粉底重新推掉，所以你一定要少量的上。然后它的颜色就很像是自然的血色。好，整个脸颊都拍烫之后，你可以在局部做加强。我这颗痘痘会痛哎，好讨厌哦！大家有没有推荐比较好用的痘痘药啊？因为我平常长痘痘，我其实都没有在擦药，就是属于一个放任生长的状态。但最近真的长太多了，好像不治疗一下有点有碍观瞻，所以请大家推荐给我你们用过最好用的痘痘药。但是就是你可以，如果可以的话啦，可以帮我分类一下，就是痘痘有分那种长得很像内包型粉刺，就巨大的内包型粉刺的那种。如果你有用过什么可以治疗那种很有效的话，麻烦推荐给我。然后另外还有这种就是好像已经红肿了，脓包快要炸出来的这一种，你有用过什么针对这种很有效的，也可以麻烦推荐给我。就是依照大家的推荐，我会再去试用。试用出来之后，可能会再分享，就可以拯救世界上更多跟我们一样有痘痘问题的人。好，腮红的妆效就是这样。它的腮红比较不是那种会让脸增加光泽，它是稍微偏雾感的质地。
你这样抹开是比较雾感的。然后它也非常的好开运，只是因为它的显色度真的太高，所以如果你是新手的话，可能会比较难掌控这个的用量。然后再来，我要全脸刷上一层真的蜜粉定妆，我要用这个 Catrice 的。这个蜜粉超级神奇。首先 Catrice 是一个非常非常平价的开价品牌，它好像德国的吧。但是这个啊，它的包装很不平价哎，它的包装质感非常的好，它不像是那种烂塑胶，反而是做工精良的亚克力的感觉。然后呢，里面居然还有一面大镜子，而且镜子也是那种照得很清楚。因为镜子有一些你知道就会照起来有点雾雾的，或照起来会歪七扭八，这也不是它的镜子品质也是非常好的。那重点是里面的粉质呢？这粉质太厉害了，而且我平常看到开价的粉我都会害怕，因为开价粉真的10个有8个都会干，但这个啊它不会干，而且它诉求是雾面的哦，它叫 mattifying powder 嘛，这种通常都会干啊，结果不会。然后它有很好的毛孔修饰效果，就是你整个刷上来之后呢，皮肤会有马上雾化柔焦的感觉，有没有？整个柔焦。但是不会干，这个超神奇的，这个就直接成为我目前开价最喜欢的蜜粉，这超好用的。你们看整个皮肤马上雾化柔焦了，然后它的雾也不会说让你的脸变成一抹白墙，就它算是有保留皮肤质感的那种雾感，所以这个的妆效我超级喜欢，这个好神奇哦，这个蜜粉。然后再来打亮，我要用 YSL 的情书。它的名字很漂亮，叫做情书腮红，但是它其实里面有打亮的色号。然后我收到的腮红颜色我用起来不是很喜欢，所以我今天就不用。那打亮的，我一开始看到打亮想说这种颜色，灰灰的，看起来很可怕，但是实际上用了，刷子掉，实际上用了真的超漂亮的。我现在直接用给你们看哦。好看好了哦，这是还没有打亮之前嘛，我打亮上去，它算是。我觉得它是偏自然，可是看得到亮度的，然后上在脸上啊，有这种它就是皮肤光泽感的亮，它不是粉的亮的感觉。这我收到之后啊，就会忍不住化妆，就一直想要抓它来用，因为它的效果，你们看一下，自然中看得到一个亮度，然后皮肤会看起来超级细致，就是它的光泽我觉得很温柔，像 Ofra 那种光泽啊，就是比较霸道。它一刷上去，你就看到脸上一道无法忽视的光。那这个你不会说看到脸上一道光，它是一种很温柔的光泽感。就这个上到脸上啊，会有一种明圆光的感觉。这个光泽我觉得超美。就我觉得打亮这种东西啊，你真的很难说哪一个最好用，因为真的每一个用起来效果都不一样。那像我每次分享东西的时候，我都会尽量去分析它到底给人的感觉是什么，或者它的妆效啊，它的质地是什么，你就可以从中去挑选。因为很多人常会问说，你最喜欢哪个打亮，或者是你最推荐哪个打亮。如果说你要最喜欢哪个打亮，我应该选得出来，因为那是我个人的喜好。可是你要说最推荐哪个打亮，我不认识你，我根本不知道你长什么样，你什么肤色，你喜欢什么样子的穿搭风格，或者你喜欢什么样的妆容风格，我不可能凭空去推荐出哪一个打亮是对你最好的，所以常常会收到这种问题，我真的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就只能请你们自己去做功课。然后我上次有一个比较傻眼，就是我请他就是可以去做功课啊，就他说他不想浪费他宝贵的时间，所以想要请我之间推荐一个，就我觉得我已经用了我这么多宝贵的时间去拍片分析给大家看，然后你不想浪费你宝贵的时间来看这些东西，只想要伸手请我推荐一个，我觉得这样子好像还蛮过分的。你可能是无意的有人无心无意就觉得信任我，那我推荐你就会去买。那以我的立场，我就是知道有很多人信任我，我更不能随便的去推荐东西，所以我才会请大家自己去依照我分析过的所有东西来挑选自己喜欢的。就我没有办法，就常常真的很多人会有问说哪一个比较好，就是 A 或 B 哪一个比较好，或者是什么最好用的粉底、最好用的卸妆产品什么的。这个世界上，我觉得真的是没有最好用的，只有最适合你的。所以，以后就是这类问题，我可能就比较不会回答啦，就是真的太难了。除非我很了解你，除非你是我朋友，你是我真的身边的朋友，我就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买哪一个没错。但是因为我真的不了解你现在在网络上跟我文字对话的这个人，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凭空的做出一个推荐，因为这样子真的太不负责任了。好，再来眼影啊，我最近收到一个看起来很厉害的 Rimmel 12色眼影盘。Rimmel 是一个英国的开价品牌，大家应该知道，它最近来台湾了，然后居然出这样子哦，
这个色系很厉害，然后我有稍微摸一下它的主色啊，显色度还蛮好的耶。我现在直接这样子刷给你们看哦，你们看，这个是雾面的哦，上起来很均匀呢，就显色度还蛮好的，但我还没有用在脸上，我们就直接用在眼睛上试试。先用这个肤色做第一层的打底，外面有偶一，是我这边的，不是你那边的。哦，然后我今天顺便再试用这个我新买的 BH Cosmetics 的刷具，就他们刷具超级便宜，就是一组，像这一组好像10支左右吧，7支8支忘记了，然后大概就台币500之内嘛，反正他们刷具超级便宜。然后我买了不同的，买了几组，我现在正在试用，等我试用出觉得好用了再分享给你们。我现在用的是粉红这个 It's My Ray Ray， 好像是跟谁联名的吧，我不认识这个人。好，接着我用这一个来做出眼窝的轮廓，应该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它是一个超级暖色调，然后这种偏红啊，偏那种火焰橘的颜色，所以这一盘画起来就会很像我平常那种橘橘红红大地色的妆容。所以今天的眼妆不会有什么变化的感觉。好，直接放在眼尾。它显色度真的很好哎，然后晕开，也蛮好晕染的。哎，我画太高了，可恶。好，没关系，我等一下会再用晕染刷补救。好，用晕染刷把它晕开。我现在上单一个眼窝色嘛，我觉得效果还蛮好的，而且这一盘好像400-500块吧。你台湾真的比较难买到这么多色的眼影盘啊，这个我觉得很可以耶，效果超好的。好，接着呢，沾这个砖红色好了，把它晕开。好，这组刷子我觉得还蛮好用的耶，因为我买很多组嘛，我原本前几天有开了另外一组来用，很难用，我还以为 BH 的刷子都很难用，然后今天用到这组，还蛮好用的。你看后面有这样子，各种算是你看这边脸部刷具跟眼部刷具，各种形状都涵盖，这组好用。好，再来我用这个玫瑰金亮片色，我通常都习惯用手沾，因为它显色度真的很好。它不是亮片色，它就是珠光，它没有大亮片，用手也蛮好晕染的。好，这盘里面呢，它没有那种真的可以做你眼睛中央的提亮色，然后眼线色呢，最深的好像就是这个，我刚刚用在眼尾的，所以它也没有真的一个很深的眼线色，所以这一盘我觉得它的状况跟 Naked Heat 有点像，就是颜色呢都是一堆暖橘啊，它是就是在模仿 Naked Heat 的配色，你看超像的，哦天哪，哎整个超像的哎，好像拿出来看才发现超像的。所以问题就是跟这一盘一样，因为这一盘也是没有一个提亮，就是眼睛中间的那种提亮色，也没有真的很深的亮片色，哦，超像的。好，所以想要买 Naked Heat 的人，你们可以直接买这一盘呢，超像的啦。这颜色是在模仿吗？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要算模仿了。那以粉质来说，当然是 Urban Decay 的那个粉质，他们家眼影的粉质真的很厉害。可是一般人真的不需要对粉质要求那么高，所以你一般日常使用的话，这个就已经很够用了。然后再有就沾肤色跟这个白色混在一起，我要调整一下我眼窝晕染的边界。如果你跟我一样比较不会掌控眼窝晕染的边界啊，你就可以画好之后再用浅色这样子来调，这样子调整好就不会说有界限感，然后也不会有那种晕染范围晕得不好的感觉。你看这样子修正之后啊，就是很自然的渐层柔雾，然后范围也没有问题。你只要不是那种画得太夸张，都是可以靠后面这样子来修饰的。最后下眼影的部分用这个暖橘色。这一盘我觉得用起来真的跟 Naked Heat 很像哎，因为我以前分享 Naked Heat 的时候，我就说我没有很喜欢啊，因为它的配色就是每个颜色用起来都差不多。你看这种珠光色啊，其实你用起来就是差不多那个样子。然后这几个暖橘色啊，用起来就是差不多，就是各色阶的玫瑰金跟各色阶的火焰橘，其他这种颜色实用性也不高，然后它没有真的提亮色，也没有真的眼线色，所以
好，我觉得这一盘它真的就是在模仿 Naked Heat。再来眼头打亮，我用回这个 YSL 的打亮盘。眼下用这个 Eclipse 的亮片圆云蜜。再来眼线用 Kate 的眼线胶笔，这是我最近有跟他们合作收到的，然后超好用，这真的超好用的耶！它持久度非常的好哦，可是又很滑顺，很好画。因为像比较持久的眼线笔啊，常常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比较不滑顺。但这个啊，你们看一下。它超滑顺，就是眼线笔的滑顺度很重要，因为你的眼睛是比较有皱褶的嘛，不像是手这种皮肤很紧绷，你画什么都会很显色，很好画。那像眼皮如果不够滑顺的话，你这样画上，它就是直接只有拉扯，然后完全没有上色。那这个它就是很好上色，然后又持久，超强的。那我自己的习惯是我眼线常常会用2个颜色，有可能是咖啡色画眼尾，然后黑色画内眼线。好，我眼妆完成了。我刚刚有刷上睫毛膏，因为一样还是这一支，所以我就没有在镜头前面刷给你们看。你们大概看800万遍也不想再看了吧？然后我发现一件事情啊，我刚不是说 Naked Heat 跟 Rimmel 这一盘的配色非常的像吗？然后我就把它们2个就是两相对的刷晒在手上，发现其实像。几乎一模一样哎，而且很酷的是，你平常那种 dupe 它至少好歹会换一下，你知道配色的顺序。可是 Rimmel 跟 Naked Heat 它是完全是可以这样子直接垂直两相对对出来的，它连调动配色顺序都没有，所以这一盘它要算是抄袭吗？我不知道，因为它的那个配色真的是太夸张的相似度了，所以。好，这到底算不算抄袭，就交由你们自己判断。反正我就是诚实的跟你们揭露它的状况。然后以粉质来讲，当然 Naked Heat 是比较好，可是其实就是98分跟90分的差别。那价钱呢是大概2倍以上的差距嘛。所以摒除它到底是不是抄袭这个因素之外呢，这一个算是 CP 值非常高的。最后唇彩呢，我要用兰蔻绝对完美唇膏的雾面款。你们看一下哦，原本的绝对完美唇膏它是一般 cream 状的嘛，然后管身是光滑面的。它雾面款的管身啊变成雾面，质感超好，就是它这样子雾面管子变超漂亮的。然后唇膏本身啊也非常的好，它是属于有一点点哦，这颜色好漂亮哦，烂番茄色哎，哦，它好漂亮。烂番茄煮的南瓜汤的颜色，就是烂番茄跟南瓜混在一起的颜色。哦，这颜色太美了。哦，我再拉近一点给你们看，因为它的显色度啊就非常的好，这样一比，就是完全的遮盖唇色。哦，这个颜色真的超漂亮的，现在刷在手上给你们看哦，你看。就是有点橘红感的烂番茄，这个颜色好一言难尽的一个颜色，它色号是196，这也是哦，秋冬就一定要有这种颜色啊，超漂亮的。好，拉远，好拉远的妆效是这样。我觉得我现在整张脸啊，最引人注目的应该是脸上这打亮吧，这打亮真的很漂亮。但是我前面有点忘记说，就是它里面这个刷子。我觉得有点扣分。这个刷子拿来刷腮红会有很严重的色块感，然后拿来刷打亮，我不知道为什么它会刷不出这样子的效果。因为里面这个刷子刷打亮啊，它会变得很清淡、很自然，变得太自然。如果你要有这样子的效果，你可能用这个刷子的话要重复刷个80次吧。那你就是我建议你要用自己的刷子来搭配这个打亮才会有好效果啦。所以这个刷子我觉得是有点扣分的。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公关品上妆闲聊，希望我没有得罪太多品牌，希望我不会因此失业。好，喜欢今天这支影片的话，不要忘记帮我按个赞，然后记得要订阅我频道，我们下次见，拜拜。